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。进入5月的中旬，院子里的月季玫瑰慢慢的进入了盛花期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今年的春花表现吧。今天的视频我会标注章节与品种，大家可以按需要选择观看。那我们就从院子里阳光最好的全阳区域开始吧。我的全阳区域是朝向西南面，从早上大约8、9点开始，直到日落都有阳光。但是这一部分的地面是已经硬化了水泥地面，因此这里栽种的月季玫瑰都是用花箱或者花盆种植。这个区域的第一棵是微风香水，这与我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，这是以成簇开放的小花而形成的一个花束，它的花量非常的大，最难得的是它香味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花苞真的是密密麻麻。这个品种它可以做爬墙、爬花柱或者以瀑布的形式应用。接下来是夏洛特夫人，它是奥斯汀里面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品种。夏洛特夫人在我这个位置表现的也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耐晒性不是特别好，因此总觉得它都是几朵几朵的开，并没有像龙沙宝石一样能够成片成片的开放。在夏洛特夫人旁边的是龙沙宝石，我相信在每一个种月季的人的心里，龙沙宝石绝对是一个难以代替的地位。它的花瓣非常的娇嫩柔美，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酥饼，用镜头非常难以捕捉它的层次感。它的花瓣颜色从内向外慢慢的减淡，中间是比较深的粉色，而它最外沿的花瓣是一个白色的花瓣，有时候甚至能看到一点带绿色，所以它整体非常有层次感我也非常喜欢。这里我种了2颗龙沙宝石，左右1颗，我把它搭成了一个小小的拱门。在龙沙宝石旁边的是一颗情歌，它也是像我院子的其他月季一样，是现在开始它的第2年。情歌这一个是非常风花的一个品种，我这一个形态是一个树月季的形态，它今年的表现远远比去年要好很多。它开放的时候绝对是我这个院子里的 C 位，非常的漂亮。情歌它的花头非常的大，它有一点波浪边，它大到有点像是牡丹的大小，而且情歌是一款多头的月季，这样的话导致它全部开放以后会有一点点垂头。情歌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香气，但是它非常的耐晒，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加州烈日下的一个品种。这片区域我一共种了2颗龙沙宝石，分别是栽种在2个不同的花箱里面，左右各1颗。去年的这颗龙沙宝石它长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笋，可能足足有3米高，因此我把它弯曲成一个小小的拱门的形状。接下来是我盆栽的一些区域，包括这一颗摩纳哥王妃夏琳。这一颗摩纳哥王妃夏琳是我去年在俄鲁买的1加仑小苗，它有非常漂亮的波浪形的花瓣，颜色是灰粉色的，它的花非常大，而且有很好闻的香气。在摩纳哥王妃旁边的是巴黎月光，它是我今年在 Home Depot 买的裸根苗，
没想到它是我今年这几棵裸根苗里面表现最好的品种。它非常的风花，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多变。初开的时候是贝壳粉，带有一点点橙黄色的色调在花心。随着它的开放，它的颜色变得更淡，确实是有一种月光的感觉。比较难得的是它的花期非常的长，也很耐晒，我非常的推荐。在这个角度，巴黎月光和黄金庆典它们相互呼应，真的是像极了一对相互聊天的美人。黄金庆典我在上一期的节目已经介绍过了，那我今天就不再赘述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片区域里面，黄金庆典远早于其他月季的开放时间，因此等到青稞或者是龙沙宝石进入盛花期的时候，黄金庆典已经接近它这一批花的尾声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修剪。通常这个修剪有2种不同的流派吧，有一些是喜欢每看到一朵残花就把它剪掉，另外一种是喜欢整批修剪，包括残花甚至是没有开放的花苞也一并修剪。我觉得这2种方法其实并不是非黑即白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当的方法。由于黄金庆典它并不是十分耐晒，这几天我们遇上了高温，因此我决定把它全部剪下来插瓶，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进行欣赏。那接下来就进入地栽的区域，这一片是朝向西面，因此是妥妥的西晒位。种在这边的月季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，那是必须得耐晒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Cocoloco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，它的颜色很特别，初开的时候有一点点复古的奶茶色，可以看到会带有一点棕色的色调，但随着时间的递进，它这种复古色褪去以后，会呈现非常淡雅的粉色，应该是粉紫色。Cocoloco 的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就是它耐晒性非常的好，即使是连续高温下也不容易焦边，而且它花型能够持续1周以上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因此很推荐在加州种植。Cocoloco 是一款风花的月季，因此它是能够多头开放。我这一棵去年夏天的表现比现在更好，可能是由于我今年太忙，并没有很好的给它做一个施肥，因此它现在只有是单头开放。我们看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 Cocoloco 的美。它与粉色以及紫色的月季搭起来都非常漂亮，它也是花艺师非常钟爱的一款月季。Cocoloco 的旁边是一棵马克夏加尔，是一个条纹的月季品种。它初开的时候颜色比较鲜明，也比较鲜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的颜色慢慢的变成浅粉色。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它褪色后的形态，我觉得这种粉色更加的淡雅以及优美。这棵夏加尔其实跟 Cocoloco 是同时来到我家的院子的，但不知道是当初没有很好的施底肥，还是说它下面有后面大树的根系，这一棵夏加尔并没有长得非常的好。它的分支没有像 Cocoloco 那样，分支性那么好，所以它的花量也就是一般吧。在夏加尔的后面其实是一棵老月季，我最近通过比对，觉得它应该是 Perfect Moment 完美时刻。
这棵月季应该有超过15岁，它一直是在我院子里最坚定的存在，每年都能够开放非常漂亮的花朵。在它的旁边就是我这一个粉色的区域，在这里我种了一片粉色的月季。第一个的是肯特公主，肯特公主是 David Austin 他的 Royal Collection 系列的其中一款。肯特公主是非常华丽的大花，而且它也有不错的香气。它刚刚开放的时候，真的像是公主一般，能够看到它很漂亮的花心。肯特公主它有各种好，可惜的话就是小苗期间它的直立性不太好，容易垂头。期望它在植株成熟以后能会有更好的表现。我在肯特公主的后面种了一棵True Inspiration， 这一个也是能够在 Home Depot 或 Lowe's 买到的比较容易买到的品种。这一棵它的花其实花色上非常像肯特公主它的植株直立性非常好，也很挺立。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刺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密密麻麻，而且又粗又大，绝对是一个狼牙棒。在这里我也种了大花葱，紫色和粉色是非常漂亮的搭配。接下来的这一棵是 Othello 奥赛罗，这是一棵已经退市的奥斯汀品种，现在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。奥赛罗它的花型是很典型的奥斯汀花型，不过它的表现还有待观察。接下来就是我院子里的半阴区域，这个地块的日照在冬季是几乎没有直射光，在春秋两季会有大约2到3小时的阳光，夏季能到4到5小时。因此在这个区域里我都选择了奥斯汀的品种，特别是它里面的耐阴性比较好的品种。譬如第一棵是 Gertrude Jacob 格特鲁德基尔，它是奥斯汀的一款很基础的爬行灌木两用的月季，我可以说它在我这里的表现是非常的好。去年我是买它的裸根苗，刚种下的时候它出芽很晚，我还以为它并不适应这里的阳光，想不到它后来是奋力图强，力争上游，是真的长得非常多的笋枝。因此今年的春花以它这样一年的体量下来也是非常的可观。这一棵月季据说是一个可食用的品种，但今年的花没有很多，那我就以观花为主，希望明年能吃上它的玫瑰花酱。在它的后面我搭配了一棵铁线莲大荷，它也是去年买的小苗，所以今年的表现也还不错，但并没有真正的进入状态。在这个花台的前端是戴斯德蒙纳，这棵我在上次已经介绍过了，那我就不再赘述了。在戴斯德蒙纳的旁边是瑞典女王，女王它的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但可惜它在我这个区域只是几朵几朵的开，并不能成群开放，也许是光照还是不太足的缘故吧。今天我特地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接下来的这2棵，一棵是波塞冬或者是洛瓦蒂斯，它是一棵德国 Kodos 公司的出品，它的花瓣是非常清冷的紫色，我当时是对它一见钟情，好不容易今年才把它搞到手，种在这一个位置。但可能是因为它的花瓣数比较多，今年的春天雨水比较多，因此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烂苞的现象。幸好是后面随着温度的上升，它的花朵也能顺利的开放。我把它种在这里，目的是为了跟它与旁边的罗尔德达尔进行搭配。
黄色和紫色，我觉得是非常的相称，它们两个。罗尔德达尔它的花量非常的大，很漂亮，我很喜欢这一个花束，而且它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的刺其实挺少的，因此它还挺适合做切花使用。奥利维亚非常的坚挺，但现在已经是它开放的第3个星期，后面的毛地黄也起来了，这一片花境算是慢慢的有了雏形。我在后面还藏了一颗玛格丽特王妃，它在去年表现是真的很不好，今年总是让挣扎出了一些高度，我把它盘在这个花柱里。它的花量看来其实也还不错，一直都有在开放，希望它在今年能够好好的生长。那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片的区域。月季虽然它是一个全阳的品种，但是在这里面也不乏有部分耐阴性比较好的选择，例如是奥斯汀系列，因为它的育种地在英国，本来就是阴雨比较多的天气，所以如果大家只有一个阳光不太好的区域，也不要灰心，多尝试，你也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环境的一颗月季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，希望你会喜欢，欢迎你点赞订阅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